林峰，狗杂种，给老子滚出来！今天不还钱，老子把你老婆当棉。9点整，讨债的砸门声震得整栋楼都在抖。门外喊着要把我老婆卖去缅北。3里，他攥着水果刀，直接发白。我就是躺在床上那个烂赌鬼，但今天我的眼神不对，像淬过冰的刀锋，冷静，深不见底。想起来了，我叫鬼手，1年前开始卧底江城，一次突然事件导致意外失忆，成了个烂赌鬼。现在记忆恢复，糟糕，今天是行动收网的最后一天，我的任务没有完成，只能做最后一搏了。我要用口袋里最后这1块钱，端掉江城最大的地下赌网，把幕后的大老板揪出来。1天只能兵行险招了。小静，刀给我。我坐起身，声音沙哑。这女人是我失忆时的女友，人很好，可惜眼光不行。门外3个男人，这是绝境。但我嘴角却勾起一丝冰冷的弧度。对着门外，我声音不大。龙哥，急什么？不是还有1天吗？晚上9点，连本带利还你50万，1分不少。现在滚！门外骂骂咧咧的答应了。可过了一会儿，我听见了锁链的声音，他们把门给锁死了。我拉了拉门，门被锁死了。沈静瘫坐在地问我怎么办，我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。我走后找这个人帮忙，还没等沈静想明白，我推开窗户，纵身跃下，砸穿雨棚，落在纸箱上。还好只住在2楼，这第1局我赌赢了。走出小巷，硬币在指尖翻转，眼前闪过战友倒在血泊里的画面，还有那个跳楼大学生的遗书。赌场吃人，连骨头都不吐。10分钟后，我站在豪悦娱乐城门口，握紧硬币，任务开始了。我走进大厅，烟雾缭绕，噪音震耳，没人注意我这个浑身脏污的男人。我径直走向角落那台旧老虎机，那个 Jackpot 型号，程序版本为 2.17， 发布于5年前。累计赔付率到临界点后，连续空转15次以上，系统会触发临时补偿机制，下一次中小奖概率临时提升22%。现在这台机器已经累计投币18000，连续空转18次，看来我运气不错，就它了。摸出那枚1元硬币，插入，屏幕亮起，3个滚轮开始飞转，啪啪啪，左轮骤停是7，中轮是 BAR， 右轮剧烈抖动定格，7、2、7，中小奖，赔付50倍，1块钱变50，用时10秒。而我不知道的是，已经有人盯上我了。监控室里，我的脸被放大，赌场经理的声音传到了马仔的对讲机上。我将50枚硬币全部推入投币口，1把、2把、3把，游戏币在我手边稳定堆积。我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。第4把，投币，拍停，777，最高奖300倍。机器爆灯狂吐，瞬间突破500元。阿彪笑容僵在脸上，我面无表情，把币摞整齐。继续，第5把，第6把，第7把，筹码从800涨到1800。阿彪的笑容变成凝重，背过身对着对讲机低语：“龙哥，不对劲，他把把都中，筹码突破2000。”我看了眼数字，立刻停手。窗口期过了，起身抱起所有游戏币，走向前台。对钱2420元。半小时，我没走向大门，而是走向角落那台更旧的机器，漆面斑驳，屏幕有裂纹，累计空转22次，临界点更明显。这次不追求最高奖，专攻中等赔付。拍停中，再投中，再投中，游戏币再次稳定堆积。我像一台精密的计算器。阿彪站在5米外死死盯着。对讲机里，龙哥怒气冲冲的声音传来：“我到门口了，那小子人呢？”龙哥诧异，林峰不仅跑出来了，还在赢钱。别让他玩了，拦住他！阿彪硬着头皮上前，却被机器爆出的777吓得后退2步。我头也不抬，告诉龙哥晚上9点我会去找他，现在别碍事，继续。第10把中，第11把中，第12把中，筹码突破8000。对讲机里龙哥冰冷的声音：“看住他！”我马上到。我听到了，目光锁定累计奖池28500，机会就在接下来几把。第13把，压上大部分筹码，拍停币 A2 B D A2 中。第14把，加注再中，奖池加速下降。第15把，我将所有筹码一次性推入，滚轮飞转，减速定格777，最高奖，奖池清空，图币口如山洪倾泻，近3000枚游戏币狂喷而出，周围赌徒眼睛发红，呼吸粗重。清台了，这小子太邪门了。我面无表情地揽过筹码，入口处一阵骚动，人群被粗暴分开。龙哥带着4个手持橡胶棍的壮汉，阴沉着脸朝我走来。龙哥走到我面前，看了一眼满地的游戏币，脸上的横肉抽动。长本事了啊！从1块钱赢到我场子里几万块。我继续捡币，没说话。他上前一步，几乎贴着我，伸手拍了拍我的脸。2个选择：1，筹码留下，滚蛋；2，我现在剁你一只手，这些钱当医药费。我拎起装满币的塑料筐，径直走向前台，完全无视他。龙哥一把抓住我肩膀，我停下，侧头，目光落在他手上。根据管理条例，玩家赢的筹码，赌场有义务兑现。你想当着这么多人明抢？我声音清晰。还有，早上你说的那些话，我录音了。
要不要报警？告你敲诈勒索，威胁妇女人身安全。龙哥眼角抽搐，松开手，挤出狰狞的笑。好，对钱给他，我们输得起。他盯着我一字一顿，钱你拿走，但我希望你拿得稳。前台清点，38650元，装进黑色手提袋。我没有走向出口，而是走向最深处、人气最旺的区域——骰宝桌。那里才是真正吃人的地方。走到骰宝桌前，我拉开手提袋，4沓钞票摞在一起，周围赌客目光立刻被吸引。荷官看了我一眼，笑容不变，眼神深处却闪过一丝冷意。新局开始，骰子在骰盅里哗啦作响，如同死神的低语。买定离手，我没动，静静看着骰盅，耳朵微微动着，然后抽出1万，我不压放在赌桌中央。我抬头看向荷官，声音平静却清晰传遍全场。这把我不压大小，我要求验骰。这把我不压大小，我要求验骰。我的声音落下，整个骰宝桌瞬间安静。荷官眼皮终于抬起，面无表情地揭开骰盅。行，我捏起一颗骰子，端详后放回，闭上眼，周围一切声音被隔绝。国产骰子底垫磨损5点和6点的落地回声有0.05秒的差异，普通人听不出，但对我够了。第一局压大赢，第二局压小再赢，第三局压11点中1赔8。周围目光开始聚焦，但后面几局我开始故意输，直到把之前赢的都还回去。新局开始，骰盅扣下，我再次闭眼，左边先落14，中间也是4，右边最后是5，总和13点，赔率1赔14。睁开眼，我提起黑色手提袋，将剩下的38000多现金全部倒在桌上。在所有人窒息般的注视下，将整座钱堆推向13点的压注格。all in， 荷官的手在颤抖，骰盅揭开4、4、5、13点，全场炸了，惊呼声、吸气声混成一片。38000变50多万，用时1个半小时。赌场工作人员铁青着脸搬来一沓沓钞票，堆成红色小山。我装进袋子，准备离开，但走不了了。3名黑西装壮汉无声围住，眼神冰冷。监控室里，对讲机传来低吼：收到，稳住他，别在大厅闹，我亲自下来。手提袋很沉，装着50多万，但更沉的是身边3个壮汉带来的压力。他们像一堵墙，眼神锁死我。赌徒们后退，但又不舍离开，远远围观。刘经理出现，挥手让壮汉散开。林先生，英雄出少年，楼上 VIP 室环境更好，有兴趣一步一叙。我看着他，行，但我有个条件，换荷官可以，骰子我要亲自检查。新荷官阿杰笑着拆封，一副全新骰子，新家伙更公平。我眯起眼，新骰子，主动提供全新未拆封的赌具，往往意味着陷阱。阿杰摇中，手法花哨。我闭眼听着声音更脆，回响略长。数只骰子，核心嵌了磁铁，配合桌下电磁线圈，可以遥控点数。我没说破，压了5万小。开中，大，我输。阿杰嘴角一勾，手指在桌边轻按，我记住了那个位置。等一下，我指着骰子，这副骰子我能看看吗？刘经理皱眉，不合规矩吧？我笑了。你刚才说公平第一，我怀疑骰子有问题，要求查验，是不是更符合规矩？还是说你们不敢让我看？赌徒开始骚动。我拿起一颗骰子，掏出那枚1元硬币，其实是强磁铁，将硬币贴近，骰子竟然自行滚动，全场炸锅。骰子里有磁铁，我猛地弯腰，从桌下扯出一个黑色遥控器，上面按钮清晰标记大、小、单、双，真相大白。赌徒们红了眼，黑店，退钱，报警，砸了这黑店。积压的愤怒彻底点燃，有人捶打赌桌，有人冲向柜台。保安，刘经理面无人色，对着对讲机狂吼：“大家不要吵了，有什么拦住他们，好说，快！”3名壮汉的手按在后腰硬物上，眼神凶光毕露。赌徒们吓得往后缩，但怒火未熄，空气绷得像拉满的弓弦。刘经理脸色变幻，在权衡。我缓缓掏出那枚1元硬币，在指尖慢悠悠转动，开口，声音穿透嘈杂。根据刑法303条，开设赌场处3年以下，情节严重的3年以上10年以下。你们现在是打算帮他再加一条暴力威胁，把情节往严重里再推一把？3个壮汉愣住，手僵在后腰。他们只是打手，哪懂这些？被法律条文一顿砸，顿时懵了。刘经理脸色更难看了。我转向周围举着手机的人群，提高音量。他们为什么怕？因为怕我把骰子灌水银，牌背做标记，老虎机改程序，一件件都说出来。你们输多赢少，真是运气不好，还是从一开始输赢就被设计好了？话音落下，滚油泼进冷水，群情沸腾。黑店，退钱，报警，曝光他们！无数手机镜头对准刘经理和那几个壮汉，他知道局面彻底失控。刘经理强挤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今天骰宝桌的钱全部退，然后转向我，语气带上讨好。
林先生，我们老板赵天豪想亲自和您喝杯茶，交个朋友。顶楼 VIP 绝对安静，绝对公平。我看着他，指尖硬币停止转动，目的达到了，游戏进入了下一关。好，我拎起沉重的手提袋，带路。刘经理引我来到半隔开的休息区，递来中华烟，我没接，坐下。他换了称呼，语气推心置腹：“兄弟，今天这风头出够了。”见好就收是江湖规矩，钱拿走，从此别进豪越的门，或者赵总爱财来挂个职当技术顾问，分红少不了。果然，赵天豪没打算出来，这只是赌场的招安手段，花钱送神或者招安收编，这区区几十万，赵天豪还看不上眼。我弯腰拉开手提袋，拨弄着里面满满的钞票，抬起头，嘴角勾起嘲讽的弧度。刘经理，我来不是为了这点钱。他皱眉，那你是为了？我站起身，居高临下，我是来戒赌的，帮你们豪越娱乐城戒掉开赌场这个瘾，也帮所有走进这里的人戒掉赌博这个瘾。他笑容消失，眼神阴沉。我拎起袋子，转身走了2步，停住，侧头丢下一句话，告诉赵老板，我在大厅等他。说完，径直走向赌场最核心、最金碧辉煌的区域。刘经理坐在沙发上，脸色铁青，抓起电话。电话那头沉默几秒，传来赵天豪听不出情绪的声音：“哦，有意思，让他玩，玩到他想戒的那个游戏为止。”穿过隔音门，声浪陡然一变，这里不再是喧嚣市集，而是精心伪装的殿堂，雪茄香、香水味。赌客们衣着体面，举止从容。我目光落在21点赌桌，荷官是个20出头的女孩，笑容甜美，洗牌手法流畅，但一眼就能看出是假洗，看似打乱，实则保留了关键排序。一个花衬衫男人转过头，眼睛一亮，生面孔，外面骰宝桌大杀四方的就是你吧？来一把。在他说话时，荷官的手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，立个帮姐。说，我拉开椅子坐下，将手提袋放在腿边。好，玩2把。荷官拆开一副新牌，洗得缓慢清晰，仿佛在展示公平，但我看得分明落汗，指尖在特定牌边缘留下肉眼难辨的痕迹。我从袋里抽出5沓钞票，5万元放在面前，然后推出1万，压上。战争进入新的维度。我用高低算牌法，谨慎下注，2到6是+1，10到 A 是-1，牌值累积到+8，玩家优势明显。第6局我压了3万，发牌我2张9、18点，庄家0牌6，按理该停，但我看了一眼牌靴，又看了一眼荷官要牌，众人诧异，18点还要，1张黑桃3，21点，但庄家亮底牌5，再要 J 也21点，通杀，我输了。收牌时，荷官手指格外小心地掠过那张方块5，我看到了牌被花纹交界处有一道横向折痕，浅的几乎看不见，落汗标记。所有5点牌都被做了记号。荷官知道底牌是5，也知道牌靴里会出 J， 所以从容抽牌，完成精准通杀。这不是运气，是作弊。我敲了敲赌桌，全场安静。等一下，这副牌我能看看吗？这副牌我能看看吗？牌桌瞬间安静，荷官笑容凝固，眼神慌乱。看牌。我语气平淡，或者你不敢让我看。他将牌推到中央，我俯身扫过，灯光下细微差别无所遁形。A 的末点，10的断续，5的压痕，4种标记全部记住。可以了。他如释重负，想换牌。等等，就用这副继续。花衬衫打圆场，我直接堆到20万。我觉得这副牌挺旺我。发牌黑桃 A， 红桃10，黑杰克，庄家明牌3，底牌8，必输。15万到手，我指着牌 A 有末点，10有断续，你们自己看。中年胖子抓起牌对着光，倒吸凉气。真有！秃顶也惊呼。真相大白，周围赌客围拢，群情激愤。黑店退钱。我在混乱中整理筹码，袋子已近100万，拎起，转身走到大厅中央，抬头直视监控，声音压过嘈杂。赵老板，如果豪越只有这种程度，那太让我失望了。换点像样的对手和干净的牌。中午12点，赌场餐厅，我坐在角落，慢慢吃着最简单的套餐。林先生，脚边的手提袋像块磁石，吸引着无数或明或暗的视线。我知道这只是风暴前的平静。饭刚吃到一半，刘经理出现了，带着近乎恭敬的疏离。林先生，赵总同意了您的建议，苏小姐在顶楼 VIP 厅等您，这是最后的诚意。我擦擦嘴，拎起袋子，带路。电梯直达顶楼，推开厚重的门，水晶灯下，一个酒红长裙的女人坐在百家乐桌前。她抬起头，眉眼精致，眼神却像冰封的深潭。苏妹，豪越的头牌荷官，新牌您亲自检查。她指了指桌上8副未拆封的扑克，由我全程洗牌派牌，可以吗？规则压制，多副牌，她洗牌算牌法几乎失效，这是用公平的名义剥夺我的武器。我点头，可以。她拆开8副牌，双手动了，如同蝴蝶穿花，牌在她指尖流淌翻转，发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刷刷声。洗牌完毕，她微笑，最低注码5万，请下注。
我从袋中拿出10万，推到闲位。他发牌，闲加9和3，2点；庄加7和5，也2点。平点庄赢，我输掉10万。他笑容不变。真正的较量现在才开始。接下来的几局，我打得极其谨慎，10万、15万、20万，有输有赢。总筹码缓慢下降，从100万到85万。苏妹笑容越发从容，在她眼里，我正被她的规则一点点蚕食。林先生，离开了那些小把戏，您的运气似乎没那么旺了。他轻声嘲讽，我没回答，靠在椅背上，缓缓闭上了眼睛，仿佛疲惫，又仿佛放弃。但我耳朵在动，他在做8循环复位洗牌法，通过手法记住排序，而我在用耳朵记忆每一张牌摩擦的声纹。此刻的洗牌声音与我记忆中4分钟前某一次高度吻合。接下来的排序我可以预测。林先生，他再次催促。我睁开眼，眼神清明锐利，从袋中拿出20万，推到庄位。他眼底闪过一丝错愕。发牌庄家9点对闲家4点，庄赢20万变40万，总筹码重回100万。苏妹笑容彻底消失，眼神冰冷锐利。有意思。他重新拿起416张牌，洗牌时间比之前都长，手法加入大量假切和桥形干扰，充满攻击性。他在破坏我的听觉记忆。洗牌完毕，他额角渗出细汗，眼神却亮得惊人。这一次的声纹混乱复杂，无法匹配任何模式。我只推出10万压线，开牌前低声说：“这一局我输。”开牌，贤灵庄8，果然输。他重新浮现掌控的笑容。看来林先生的感觉偶尔也会出错。我没反驳。试探结束了，真正的赌上一切的对决现在正式开始。苏妹的笑容彻底凝固，她不再说话，只是用冰冷的眸子死死锁住我。洗牌、发牌、收筹码，动作依旧优雅，却透出如临大敌的凝重。我下注飘忽不定，仿佛乱压，但我的目光落在他左臂上。每次发牌的瞬间，他弓饶肌都有0.1秒的不自然紧绷，那是换牌的发力。袖剑、袖口内侧藏牌，他会在关键局换掉本该发给我的好牌。我开始验证，果然，每当排序对我有利，那个紧绷就会出现。第15局，下一张本该是草花9，我拿到它，这局就赢了，他绝不会允许。果然，发牌瞬间，他左腕微转，肌肉绷紧。苏小姐，我开口，声音平静，如陈述事实。你左手袖口内侧卡着的那张方块8，不觉得硌得慌吗？他的动作彻底僵住，那张牌悬在半空，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，那双一直冰冷的眼眸，此刻满是难以置信的惊骇和恐慌。他维持的气场，在这一刻土崩瓦解，碎得干干净净。你想用这张8换掉本该发给我的草花9，对吧？他悬空的手开始颤抖。他不是输在赌术，是输在自己最得意的签术，被我当众彻底的解剖在光天化日之下。他收回手，颓然放回牌堆，抬起头，声音干涩沙哑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我没有回答，只是静静看着他。这一局怎么算？沉默在奢华的 VIP 房里弥漫，沉重的几乎能压碎水晶吊灯。苏妹脸色苍白，眼神失焦，挥退了所有人。房间里只剩下我们2个。良久，他抬起头，眼神复杂：“你不是普通老千，你到底是谁？想要什么？”我转动的硬币停住。我说过，我来戒赌。他冷笑：“就凭你想扳倒赵天豪，你知道他背后是什么吗？”我回答简单而肯定：“我知道，而且我知道他快完了。”他沉默片刻，忽然笑了，带着破罐破摔的狠厉：“100+6我认输，但敢不敢玩点更直接的？美式轮盘定胜负，你赢，我告诉你赵天豪的秘密；你输，留下那对耳朵。”我将硬币握在掌心，抬头迎向他的目光。赌约可以，但赌注改一下。我赢，秘密我不要。我要你在某个关键时刻保持沉默，什么也不做，什么也不说。他的瞳孔骤然收缩，他瞬间明白了，这不是要信息，这是在策反，是在他心里种下一颗钉子。他看着我的眼睛，第一次感到发自骨髓的恐惧。良久，他缓缓点头：“好，我答应你。”我接着说：“如果我输，留下一只耳朵，公平。”赌约成立，一场更致命的对决即将在众目睽睽之下展开。下午3点，豪悦核心大厅，所有赌客围龙岛中央轮盘赌桌，里3层外3层，屏息凝神。消息传开，那个上午横扫赌场的年轻人将与头牌苏妹进行终极对决。2楼单向玻璃后，一个穿深色唐装的男人静静俯瞰赵天豪，豪悦的真正主人。他盘着核桃，冷冷注视着下方灯光聚焦处的一切。苏妹换了一身利落西装，站在庄家位，声音冰冷：“欧式单零轮盘，单一号码直接压注，赔率1:35，一局定胜负。林先生，请下注。”所有人的目光聚焦到我身上。我从袋中拿出100万现金，全部推到赌桌上，然后将这100万推向了数字17的格子，单一号码100万豪赌。全场惊呼。苏妹转动轮盘，掷出象牙球，小球沿着金属圈高速滚动，发出清脆的哒哒声。
与轮盘嗡鸣交织。我的眼睛眯成针尖，死死锁定每一次弹跳。小球速度渐慢，眼看就要落入17附近，就在最后一瞬，苏妹垂在身侧的左手几不可察的移动，轮盘转速出现微小顿挫，小球诡异多弹跳了一次，它划过一个突兀的短弧，哒一声轻响，落入了绿色的灵格。庄家通知，全场哗然，我的100万筹码被收走，资金从150万锐减到50万。2楼，赵天豪嘴角微微上扬。我坐在那里，看着空空的17格，又看看那颗躺在灵格中的小球，脸上没有表情，只是握着硬币的手指节微微发白。这局输了，但赌局还没有结束，轮盘还会再转。100万筹码被收走的声音还在回荡，面前只剩50万。从巅峰到谷底只用了1分钟，周围的议论声嗡嗡作响。这个不可一世的高手终于栽了。苏妹冰冷地问我是否继续。萧逸，我没有回答，只是将仅剩的50万全部推出，压在一个复杂组合上，0、17以及它们之间的分隔线。如果球落在0或17，我都能赢。轮盘再次旋转，小球飞驰。这一次我没有看球，我的目光锁死在转轴电机上，同时用眼角监控着他的左手。我在计算电磁干预的时间窗口，就在他左手脚趾即将屈伸的瞬间，我指尖轻轻一弹，一枚筹码飞出，啪嗒掉在红色区域。所有人，包括他，都被这突然的声响分了0点几秒的神。就是这0点几秒，干预脉冲出现了偏差，小球下坠、弹跳、落定，绿色的0，全场死寂。而我压了0，筹码如同红色雪崩般涌来，50万本金，在精准压注和35倍赔率下，疯狂增值60万、100万、300万、800万，最终超过1800万，全场炸了，惊呼声、尖叫声几乎掀翻屋顶。1800万，他压中了0，连续2次0。苏妹脸色惨白，身体摇晃，她明白了，我用纯粹的人脑战胜了高科技作弊。2楼玻璃后，赵天豪手中那对核桃咔嚓一声被捏出裂纹，他阴鸷地盯着下方被筹码淹没的我，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：好，很好。清场，清场。刘经理一声令下，黑衣打手如潮水涌入，粗暴驱散赌客。很快，大厅空旷冷清，只剩我、苏妹和越来越多面色不善的壮汉。我被带到赵天豪的办公室，他甩出一份档案，念出我的底细：老家、母亲，还有我当老师的妻子。我的人已经快到你家门口了，赤裸裸的威胁，直接针对家人。我感觉血液冷了一瞬，但摸出那枚硬币，开始慢慢转动。赵老板，进豪悦之前，我做了3件事：3台录音设备，关键位置的隐藏摄像头全部加密上传，定时发送。晚上9点，扫黑办和3家媒体的邮箱都会收到。如果我或我的家人出事，这些文件自动发出。您猜够不够让豪悦见不到明天的太阳？您背后那些关系，到时候是保您，还是赶紧划清界限？赵天豪脸色铁青，胸膛剧烈起伏。你想怎么样？我将硬币握回掌心。晚上8点，赌场大厅，你和苏妹一起上，我赢，带着所有筹码，光明正大离开。你们不得再骚扰我和家人。我输，筹码奉还，文件销毁，我任你处置。他死死盯着我，杀意与权衡激烈交锋，最终从喉咙里发出一声低吼。好，晚上8点，我让你输的心服口服。办公室门关上，赵天豪砸碎核桃，暴怒低吼。他指着刘经理，去地下室把那个东西准备好，再派车把他老婆沈静请过来。晚上8点前，我要看到人。隔壁休息间，苏妹独坐镜前，手腕的袖剑卡槽空空如也，但耻辱感灼烧神经。林峰的话反复回响，保持沉默。不对，他说的是暗语，傲视的暗语。他开始回忆与解析，发现林峰最终说出的是一个邮箱地址。林峰是让他把想着的资料发到那个邮箱，这是让他背叛。他本是傲视的荷官，被林天豪胁迫家人，现在是一个机会。他还不清楚林峰是什么人，但他明白这是机会。他起身从隐秘抽屉拿出备用手机，犹豫几秒，手指快速操作，调出赌场内部监控系统的后门，将所有资料打包，点击发送。相信那个邮箱的级别比赵天豪的保护伞要高。江城刑侦支队陈刚放下平板，脸色凝重。匿名发来的文件包、音频、视频，直指豪悦犯罪证据，暗示背后有保护伞。便衣去这个地址，保证他安全。其他人跟我去豪悦外围布控，今晚要出大事。软禁室里，我闭眼坐着。赵天豪在调兵，苏妹在动摇，警方在行动。我摸出那枚1元硬币，掌心冰凉，却仿佛带着无数被赌场吞噬的家庭的哭嚎。晚上8点，终极赌局，赌注是一切。晚上8点，软禁室的门被推开，我拎起空荡的手提袋，穿过寂静走廊，踏入核心大厅。所有赌桌已被清空，只剩一张孤零零的赌桌，在聚光灯下如同刑场。赵天豪坐在主位，拄着手杖，缓缓开口：3局2胜，第1局扑克，第2局骰子，第3局，我指定一个特别项目。他指向赌桌中央，左边一副新牌，右边一个通体黝黑的金属骰盅。他拿起那厚重的骰盅，声音带着恶意：双层隔音合金，内部吸音结构。你在里面开枪，外面听着都像闷屁。
至于这3颗水银骰子，内部有可流动配种。我们玩点真正公平的，不靠耳朵，就靠运气。我接过骰盅，入手沉重冰凉，敲击5声，拿起骰子，轻晃，能隐约感觉到内部液体流动，确实无法听音，且可被动手脚。那么我放下，点头。开始第可以1局。赵天豪眼中闪过一丝得瑟。第1局，德州扑克，1对1，无上限。苏妹，你陪他玩。德州扑克不靠记忆，只靠心理博弈和虚张声势，又一个精心挑选的陷阱。苏妹深吸一口气，眼神重新凝聚起冰冷战意。荷官洗牌发牌，2张底牌滑到我们面前。终极赌局的开端，在完全不利于我的规则下正式开始。德州扑克1对1，我的底牌是红桃9和红桃8，不错的起手牌。公共牌发出 A、K、Q、J， 牌面极强。苏妹不断施压，我谨慎跟住，筹码缓慢消耗。合牌发出红桃10，5张公共牌 A、K、Q、J 10，皇家顺子成型。苏妹盯着我，眼神锐利，忽然推出全部筹码。我全下，30秒沉默，整个大厅只有心跳声。我伸出手，将所有筹码缓缓推出，跟住亮牌。他的底牌是方块 A 和 K 2对。我翻开红桃9和红桃8顺子。第1局我赢了，胜利的余波未散。赵天豪的手机震动，他接起，听完对我露出恶毒的笑容。林峰，你老婆沈静正在来这儿的路上，第2局骰子你最好发挥失常一点。我的手指猛地收紧，指节发白，赢了牌局却跌入深渊。我可以寻找墨镜岛条的。沈静在他们手上，我能听到自己血液奔流的声音，但我死死咬住牙，松开攥紧的扶手，脸上重新恢复冷酷的平静。只是那平静之下是汹涌的暗流。第2局骰子，苏妹摇中，我闭眼倾听，4、5、6，总和15，听得清清楚楚。但赵天豪把手机屏幕往前递了半分，屏幕上沈静脖颈旁的刀尖又压深了1毫米。我必须错，10点。开中15，偏差5点。他满意的笑了。轮到苏妹猜我的点数，我摇中，利用水银骰子特性试图控制点数，但他猜9，我开出7。第2轮他猜14，我开出5，2轮全输。第2局苏妹胜，比分1比1平，我输得毫无悬念。赵天豪收起手机，笑容狰狞。现在我们来玩点男人真正该玩的东西。一名手下端上托盘，黑色天鹅绒上躺着一把左轮手枪，旁边一颗黄澄澄的子弹。苏妹的目光与我在空中相遇，她眼底闪过一丝极快的复杂，然后急不可察的微微点了下头，保持沉默。她收到了。我看着那把枪，又看了看赵天豪手机屏幕上被绑着的沈静，深吸一口气，从口袋里摸出那枚1元硬币，放在掌心，最后感受那份冰凉。然后我站起身，走向赌桌中央。这一局赌命，左轮手枪，1颗子弹。当这2样东西出现在赌桌上，整个大厅的空气仿佛都被抽干了。苏妹脸色惨白，后退半步，赵天豪却享受着气氛，亲自将子弹压入弹仓，拨动弹槽，死亡被随机封在6个弹仓的某一个里。俄罗斯轮盘赌，他声音嘶哑，轮流对准自己太阳穴扣扳机，不敢开枪的算输，你输了死，你老婆我好好照顾，我输了放你老婆，豪月归你，够不够公平？公平，这是以家人性命为要挟的心理凌迟。我看着那把枪，忽然笑了。赵老板，你听过赌徒谬误吗？第1枪概率1/6，但如果没响，子弹就在剩下5个里，概率变成1/5、1/4，直到最后1枪100%。你不是想赌死亡概率，你只是想用这把枪吓破我的胆。可惜你错了。他没有回答，我直接伸出手拿起那把枪，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，将枪口稳稳抵在自己右侧太阳穴，皮肤传来金属的冰冷和坚硬的压迫感，食指扣在扳机上，没有犹豫，没有颤抖，扣下，咔嗒，一声清脆的空击声炸响。第1枪，空枪。我面不改色，将枪划过桌面，停在赵天豪面前。该你了，赵老板，概率1/5。赵天豪看着眼前那把枪，脸上的肌肉开始不受控制的抽搐，他伸向枪的手在半空中微微颤抖。他敢吗？枪躺在天鹅绒上，赵天豪的手悬在半空，指尖颤抖，冷汗顺着太阳穴滑下。1/5概率，他设计的局，此刻却要自己站上祭坛。你真不怕死？他嘶吼。怕，但我更怕输给你这种人渣。赵天豪最后的理智被烧毁，猛地抓起枪，调转枪口指向我眉心。老子崩了你！不要！苏妹嘶喊，猛地撞向他持枪的右臂。外面有警察！枪声炸响，子弹斜向上，击碎水晶吊灯，碎片如暴雨倾泻，大厅瞬间炸开。赌客抱头鼠窜，打手惊慌失措。赵天豪反手一枪托砸在苏妹额角，他鲜血迸流，瘫倒在地。警笛长鸣，陈刚到了，你们被包围了！扩音器喊话穿透混乱。赵天豪脸色惨白，疯狂转身朝内部通道狂奔。
他要跑。我从桌下钻出，看了一眼倒在血泊中的苏妹，又看向赵天豪逃窜的背影，眼神锐利如刀。必须抓住他！我如同一道影子，朝那条通道急速追去。警笛、喊话、打斗声在身后沸腾。我像一尾逆流的鱼，没入赌场后台幽暗的通道，狭窄走廊，惨白灯光，空气中弥漫着霉味儿。前方一个打手迎面跑来，伸手摸向腰间，我比他更快扣腕、拧臂、肘击，3秒，他瘫倒在地，从他腰间摸出对讲机，对讲机里传来赵天豪气急败坏的声音：“把人带进安全屋，立刻！”他还没放弃审计，我加速朝经理办公室深处奔去。丁字路口，阴影里寒光骤现，匕首直刺了一下，我后仰侧身，险险避开。他横刀在抹咽喉，我扣住他手肘，膝盖猛顶，反向一折，骨裂声中，匕首落地，他头锤撞来，我一记勾拳将他砸晕，左臂被划伤，血渗出，简单包扎，继续向前。一扇厚重的防火门出现在眼前，我将耳朵贴上去，里面传来女人压抑的哭泣和赵天豪暴躁的咆哮。是沈静。门从内部锁死，纹丝不动，匕首撬不开这种锁，时间紧迫，每多1秒，他就多一分危险。我退后2步，打量着门和墙壁，大脑飞速运转，同时按下了手中的对讲机。我对着对讲机急促低语：“苏妹，密室的门怎么开？帮我这一次，我保证让你离开这个泥潭。”电流声嘶嘶作响，3秒后传来他微弱却清晰的声音：“设备间，总闸箱后面，770110，铁门打开，密室里。”赵天豪的匕首抵在沈静脖颈上，血线渗出。退后，把刀扔掉。我缓缓扔掉匕首，举起双手，目光越过他，落在沈静泪痕交错的脸上，眼神深处闪过只有他能懂的隐晦暗号。赵天豪，看看你自己。林峰，钱没了，豪月马上被查封，手下跑的跑，抓的抓，背后的关系正想怎么把你推出去顶罪，杀了他，你当场击毙或死刑；放了他，至少还能多喘几年气。他眼神涣散，刀尖开始颤抖。就是现在，沈静被反绑的双手猛然挣脱，左手扣住他手腕内关穴，拇指狠狠一压，匕首落地，右肘向后猛击了一下，咔嚓，骨裂声中，他一记高扫腿踢在他下巴上，3秒，赵天豪瘫倒在地，彻底失去反抗能力。陈刚带队冲入，看到站在一起的我们，愣了一下。沈静擦去我脸颊的血痕，从腰间取出一个小巧的证件，对我晃了晃，嘴角勾起狡黠的笑意。重新认识一下，市局刑侦支队沈静，你的女朋友兼临时搭档。我笑了。我就知道是你，演技不错，沈警官。而我还有最后一个任务，江城赌博风气太重，多少人家破人亡，而我需要揭开这些人不切实际的幻想。我站在大厅中央，将水银骰子、标记、扑克、遥控、轮盘一一摆在赌桌上。从你们踏进豪月开始，就注定是输家，不是输给运气，是输给一个从机器到人每个环节都在作弊的骗局。我用磁铁让骰子自己滚动，指着轮盘上的电磁阻尼器，举起带有落汗的扑克。骰子是假的，轮盘是遥控的，还是标记的，荷官是换牌的。你们赌的是他们的贪婪和自己的无知与侥幸。今天豪月到了，但明天还会有下一个。记住这个骰盅，记住这颗会自己动的骰子。真正的赢家从来就不是赌桌上拿走最多筹码的人，真正的赢家是那些从来就不坐上赌桌的人。我走向沈静，用食指指背轻轻蹭了一下他的手背，任务中确认安全的暗号。他手指弯曲，回蹭了一下我的指节，冰凉但坚定。下次别玩那么大，俄罗斯轮盘赌，你真敢！他低声责备，眼底却藏着后怕。计划之内，我扯了扯嘴角，而且我知道你准备好了。赌场的霓虹在警车红蓝光芒下彻底暗淡，喧嚣、欺诈、欲望被强制清场，夜还深。但真正的黎明，或许就在这漫长的黑夜之后，等待着那些愿意醒来的人。